这篇的用途是让同学们快速概览申请美国研究所需要的准备事项、建议门槛和时程。之后篇章再详细介绍各个项目与其重要性、相互连结和具体准备。以下给予推荐的对象，是想大四毕业后秋季直接衔接美国硕博士班的同学，每年12月约为申请截止日，因此大四上学期就要递交申请文件，时程相当紧凑。第一项 GPA， 也就是在校成绩，大四上提交申请，因此只会看大一到大三的成绩，平均每学期 3.8 以上，约相当于百分位至80分。需把握大一大二是最容易冲高成绩的机会，因为大三开始，多数同学才会为了国内研究所推甄开始拼，导致竞争激烈。第二项 GRE 即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适用多数院所。类似考试在法学院为 LSAT， 商学院 GMAT， 医学院 MCAT。GRE 内容为检验逻辑能力的单字与阅读选择题、数学和写作 ，B 加 Q 至少320，写作至少3，建议于升大三的暑假以前完成。单字和阅读量都很多，平时就应累积英文实力。考前建议补习和刷题熟悉技巧。第三项 TOEFL 或 IELTS， 考听说读写共4项的英文能力检定，择一即可。托福至少100，雅思至少7，建议升大四暑假前完成。先准备 GRE， 也因为涵盖托福和雅思阅读及写作所需要的功力，平时累积自学，则不需额外花过多心力专攻。第四项 CV 或 Resume， 也就是履历，附上成绩、奖项、研究、课外活动等资料，供校方快速浏览审查个人经验和能力。建议升大四暑假时完成初稿，之后不断增修。第五项 SOP 即申请动机，透过研究和个人经历，撰写为何想申请此校系。有些学校还会多要求撰写自传，用途相似，建议升大四暑假时完成初稿，之后不断增修。第六项专题研究经历或实习作品集，这是没被要求的申请资料，却最为重要，因为没有具体相关经验，会让所有其他申请资料显得空泛，没有证据说服力。博士班的申请必须至少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一篇国际期刊论文为目标，最晚大三上开始，找教授做专题，参与计划、会议、研究等。一篇国际公认的期刊论文，远胜过自己天花乱坠的千言万语。专题研究经验是凸显申请资料的关键，这个过程也有助于尽早确认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未来适合进入学术界或业界，申请博士或工作导向的硕士，亦或其他可能。第七项推荐信，一般需要3封来自大学教授或业界主管对你具体且深刻的推荐信，让上述前6项资料有力、可信，并涵盖不适合在 CV、SOP 自吹自擂的内容，相辅相成。最晚大四上一开学就要备好前6项资料，便于和推荐人讨论和请求协助。第8项套词，也就是先行联络有意申请的校系教授，毛遂自荐相契合的研究经验和成果，表达想加入的意愿。这部分申请修课型的硕士一般不需要，申请博士班则强烈建议，只要自身研究成果足够，并应联系理想校系和自己研究重合的实验室，也更能精准用客制化的撰写申请文件，不像海投通篇套用每所学校，难以出众。欧美研究所甄选通常是看整体综合表现，因此每一项都很重要。硬要区分，以博士班来说，我认为研究经验能与理想校系的教授实验室重叠，
并能在 SOP 推荐信中详述和联络教授时展现出来，是最重要的录取因素。硕士班则以成绩最为重要。然而，每间学校系的审查机制都有差异，只在研究或成绩等单方面孤注一掷，风险过高。建议先力求各项目都过门槛，再求个别精进加强。